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今天不更新晚餐了，更新一下你们一直在催的这个青团的做法。这个做法可能就适合在厨房里面你捏一捏吧。我包了一点汤圆，也挺好吃的。这个是鼠曲草，也叫甜艾，也是清明菜。就现在我没有去摘，这是邻居朋友给我摘过来的。给它焯水一下，煮一下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这种小苏打，煮出来颜色不会变黑，然后能够保持它那个颜色翠绿。这个周末如果出去摘，你就不要摘太多了，就其实一小把基本上够吃了。像这样子处理好了，你加点清水，给它打成细腻一点的，多搅一会儿，就像这样子。我没有过滤，就基本上泥啊汁水都是混在一起的。500毫升倒进去，然后这个糯米也是这么多，但是它可能重量是没有这么多的，可能就是250克的那个糯米粉。我加了2勺的木薯淀粉，给它们搅拌均匀，没有开火。为什么倒到锅里面？最主要是我不想洗那么多碗，厨房就怎么方便怎么来，反正你要用这个锅去给它炒的，就先不开火，把那个粉跟那个汁水全部混合到没有粉疙瘩了，然后在里面你可以调味。我直接挤的炼乳哈，甜度就看自己，喜欢甜你就多挤一点。然后玉米油大概2到3勺的那种汤勺的30毫升左右，然后就开小火慢慢的炒，炒到完全一致的话呢，就基本上全部都熟透了。就外面的那个青团，你为什么说放好几天它都不硬呢？就是你不要加白糖，就要么就是糖多，要么就是油多了。你自己在家里面基本上就能够保持2到3天是软的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子，里里外外都熟透了，我们的青团皮也就炒好了，出锅也比较快。而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软软糯糯的口感哈，就不需要说你包了然后担心它会塌陷啊怎样的不好看。然后像这样子，你先给它包住，避免那个表皮风干。内馅的话呢，其实经典的馅料呢可能就是红豆的，你给它泡好水以后放到电饭锅里面去煮。我本来以为是出锅还要给它收汁哈，结果全部都没有水了，我又加了一点水给它煮了一煮。汤汁收干了，它是这种有红豆粒然后又有红豆泥，就比较粗糙的吃法，但是你别说，真的口感还可以的，比那种红豆沙特别细腻的那种要更好吃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再来做一个咸口的，就家里面小朋友都喜欢吃的这种拌饭的海苔碎啊，你就倒几包，然后你再加一点肉松。咸鸭蛋我也没有去买现成的那一种，就家里面放了好久它都没有吃的这个神丹的咸鸭蛋吧，本来是热了2个，后来又不够，我又剥了1个，就没有热了它就不流油，你剥进去放了3个哈，然后再挤上一点沙拉酱拌均匀，就比较简单的咸蛋黄肉松馅料也就搞定了，简化了很多，而且你看起来操作也还可以的2种馅料，可以尝试一下哈。就在包之前，我想先给自己吃一下中饭，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下午1点多钟。我如果不吃饱，我等一下包青团我就会猛吃了，还是先吃一下吧。这个牛排是提前解冻了的，然后再打一个鸡蛋，喷一点油，煎好了以后挪到一边。这边的话呢，青菜就是豆芽啊、菠菜，然后青红辣椒、一些香菇，给它焯过水，放上自己做的那个韩式辣酱，还有甜面酱，挤上蚝油，喷上一点食用油哈，给它们稍微的煎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味道可能会比外面的那个外卖店的还要好吃。有没有最近跟着做家常菜的朋友？想知道一下，就是这种模式下你们会觉得怎么样？然后这个韩式辣酱有没有做过的？我真的觉得都不用出去买了，味道也很香。然后你配上米饭，来上一点海苔碎，就这样拌一拌，真的好好吃。还有自己做的那个辣白菜，酸辣可口了已经。我每天吃面吃早餐都会来一点，里面的香葱都是很好吃的，就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干光了。就在吃饭的过程中，我有在想，就是他们剩下的那个元宵节还没有吃完的这个汤圆包进去怎么样，我就尝试了一下哈，全部给他们煮了，放到冷水里面过了一遍。包青团之前我想再讲一下，就我去年做的那个炒的那个咸哈，有很多朋友说粘得要命。这个东西第一你一定要戴手套，而且手套上面是要抹油的，不做好这2个的话呢，它真的会很黏，黏到你骂我也没有用，真的。它这种东西它就是糯米啊，也就是说其实类似于糍粑的这一种，它怎么会不粘呢？你戴好了手套基本上做起来其实也还可以的。包好馅料啊，然后像这样收口捏合，一个个青团就全部包好了，现包现吃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做法的，就整个过程是供你们去参考一下哈。现在做的话呢，家常系列基本上都是分享一下我整个过程是怎么做好的，不做教程，
说到这里就要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心理路程了，两边拉扯，看到好的朋友都很开心，我也开心，那看到做的不好的他很难过，我也会很难过，我觉得真的就浪费了你们的激情跟食材，我也很内疚，就两边这样去拉扯，整个人真的不好说。现在好了，家常菜怎么舒服怎么来嘛，我做你看，或者是我吃你自己做，反正基本上就是结果自己品尝。汤圆青团你包的时候把那个水分沥干，它就好一点，但口感真的很好，很惊艳，而且你不自己去炒馅，它完全融合在那个青团的清香里面，里面是流心的那一种。然后这两个馅料就是和往常一样，都是经典的。每一个包好，你用保鲜膜给它像这样子裹住了，它就不会被风干了，就常温放着就行了，你也不需要放到冰箱。其他的话呢，我基本上就是分给邻居朋友了，如果有喜欢的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